房车改装最关心的话题 Top One， 毫无疑问，那就是改装一辆房车到底要花多少钱。作为房车科普类博主以及房车改装的业内人士，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盘一盘房车改装里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水分。希望本期视频不要被行业内部人员封杀。本期内容我会通过看不到的地方、电力系统、配件选择以及改装的繁琐程度4个部分来给大家拆解房车改装报价里哪些部分会产生巨大的价格差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在基础改装里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：房车的降噪隔音材料。车内的顶部、地板以及两侧的大面积区域都需要隔音，这样可以避免行车时车身产生的共振，发出噪音。整车的用量在200到300美金。第二，房车的隔热性。隔热层的安装对房车来说非常重要，它不仅影响着居住性，还会影响能源的消耗以及电器的使用寿命。虽然隔热材料有很多种，但并不是每一种都适用于车上。有2点特别重要，对人体无害和防潮。除了选择材料，安装也需要特别注意。由于热量交换主要在上下方向进行，所以车顶和地板的隔热尤为重要，一定不能忽视地板的隔热处理。总的来说，考虑到隔热材料的价格、使用量和安装工时，费用差距可以达到500到1000美元。第三，那就是线材的选择。考虑到房车行驶时处于颠簸摇晃的状态，线材一定要选用专门的游艇级别的线材，其柔韧性好，家用线材是不适合的。此外，线材的粗细呢，必须根据使用电器的功率、电流要求来选择，过细的电线可能会导致短路，甚至引发火灾。第四呢，也是非常容易忽略的一点，那就是顶柜与车身的固定方式。考虑到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车身的摇晃，可靠牢固的固定方式是非常重要的。一般会有2种的固定方式，一种是将木质的 stud 用螺栓固定在车身上，然后呢再用螺栓固定柜体和 stud。注意，一定要用螺栓固定 stud 和车身，不能简单的用螺丝和车身的金属板固定，因为车身的金属板很薄，长期摇晃后呢，螺丝可能会松动，甚至断裂脱落。虽然刚改装好的车看起来没有问题，但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。另外一种呢，使用 U 型管道，并通过螺栓与车身固定，然后用螺栓将柜体和 U 型管道固定。显然，这种方式的固定强度优于第一种。我们的房车就是使用这种方式，这种方式使用了更多更好的材料，所以自然成本也更高。总结起来呢，就是为了使顶柜坚固耐用，必须要投入必要的零件和工时。有些改装呢，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，直接用螺丝安装顶柜。你可能觉得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，但其实呢，这全都是潜在的安全隐患。以上呢是房车改装过程当中无法看到的部分。下面呢，我们来聊一聊在房车改装过程当中可以直观看到的部分。第一呢，肯定是我们房车改装上面的电力系统。在房车改装的成本方面，电力系统的影响也非常大。价格可能会差到数千到上万元，具体会在哪些地方有差距呢？让我们来看一看。首先呢是电池的容量，以我们最常用的 B 型房车的12伏磷酸锂铁电池为例，每100毫安的价格大约在500美元左右。按照5度电400安培时的容量来计算，电池的价格呢大约在2000美元。其次呢是逆变器，逆变器的作用呢主要是将电池的低压直流电转换为高压交流电，供向车上的电磁炉或者微波炉使用。一般来说，逆变器的功率越大，价格越高。好的逆变器的效率和使用寿命会更高，价格也更贵。这里有2款常用的 B 型房车逆变器，都是3000瓦的功率 ，Renogy 的价格大约是 Victron 价格的1/3。最后呢是电力系统功能，越多的功能呢意味着更多的配件，当然也意味着更高的花销。如果需要太阳能充电、行车发电机充电、实时电力系统监测 ，Victron 硬件的价格就会上升到几千美元。当然，和逆变器一样，不同的品牌价格会有很大的区别。总结，根据电力系统的电池容量、功能以及配件品牌的选择，电力系统的改装的差价可以相差到几千美元。除了电力系统的选择，还有一个会产生巨大价格差的地方呢，就是配件的选择。这里呢，我们就用房车上几个大件来切入聊一聊。第一个呢是空调，以 B 型房车常用的顶置空调为例，有交流和直流空调2种选择。大型房车呢一般会配备交流电空调，因为它不仅在营地使用，直接由营地电网供电。交流电空调呢价格便宜，不到1000美元就可以搞定。但交流电空调的问题在于消耗电量大，使用电池供电时需要打开逆变器，也会有能量损耗。
而且在压缩机启动时，电流的变化很大，易损坏房车电力系统。而直流空调的优点呢，是在使用的时候不需要开启逆变器，可以用房车上的电池直接供电，且工作电流稳定。但相比交流电空调，直流空调的价格呢比较高，比如比较常用的 Dometic RTX 2000的价格呢就接近$3000，而 Nomadic 空调价格就会更高。当然，也有一些相对便宜的直流空调，如 Valley Camping 的产品，价格呢大概在$1600左右。因此，空调的花费根据不同的选择，可能有$1000到$2000的差距。第二个呢是暖气，这里我们以柴油和汽油暖气来讨论。柴油暖气呢，在市场上选择多样，价格呢从$100到$2000不等。当然，价格与品质成正比，主要呢体现在可靠性、耐用性以及在高海拔地区性能的表现。汽油暖气呢选择比较少，一般没有特别便宜的。选择汽油还是柴油，一般根据你的房车发动机类型来决定。因为暖气的供油通常直接是从房车的油箱获取，我们一般是推荐 Webasto 和 Aspire 这2个品牌，价格都在$1000多起。如果需要带高海拔调节版本的话，价格会更高。可见呢，不同暖气品牌的选择也会有差不多$2000的价格差。第三个呢是冰箱，和空调一样，冰箱也分为家用的交流电冰箱和专门为户外设计的直流电冰箱。家用冰箱价格便宜，但需要一直开启逆变器，导致能耗增加，逆变器的寿命变短。而且家用冰箱使用的时候需要水平放置，对于行驶中的房车来说，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这样使用很容易导致冰箱不能正常工作，甚至损坏。相比之下，直流冰箱节能很多，而且由于专门给游艇和房车设计，即使在摇晃的行车过程当中，冰箱也可以正常工作。当然，价格就要比家用冰箱贵很多。一般来说，房车专用的冰箱价格都在$1000以上，高端的有将近$2000，因此冰箱的花费差别也可以达到$2000左右。除了这几个大件，其他的配置呢也会带来改装费用的差距。比如说冰箱的大小，你的水箱是否要配备水位传感器，是否有车尾淋浴，车内灯的选择以及数量， USB 充电口，是否配备 Lagoon Table， 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加起来呢，也会有几百到上千美元的差距。除了以上提到的在基础改装过程当中看不见的部分，电力系统以及配件的选择，还有一个部分呢，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到你的改装费用，那就是设计的繁琐程度。其实呢，很容易理解，更加复杂的设计呢，会花更多的时间，使用更多的配件。比如说呢，在车尾固定床的设计就比餐厅变化床要简单很多。对于改装厂来说，施工成本也更低；对于 DIYer 来说，犯错可能性也变小，花的时间和材料成本也变低。希望我们的总结呢，对有计划或者正在改装的朋友呢有帮助。还有什么话题呢和行业内幕是大家感兴趣的，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拜拜。